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打脸料。那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佛光万丈的熊大，那今天一样是做那个样品间寻宝，然后我们的风华绝代黑尼可替我们准备一个神奇的工具，不是工具，神奇的样品，就是一支避震前叉。哦，略懂，这是很旧的前叉吗？算有一点年份了。你把它转一个角度，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 IS 跟那个快拆系统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啦，因为现在主要Postman 比较多吧，除非是城市车在用的避震前叉。它都已经有碟刹座了，为什么它还要做 V brake？通用啊，是啊、通用它把它堵住啊。然后有两种可能嘛。现在你眼前看到这一根的话，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年份比较久一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 entry level， 因为这个设计的话也有点像比较便宜的，但是你看到它的这个内管的部分的话，这个应该不是 entry level 在用，所以说这个你哪里看得出来它是不是 entry level 的？就是这个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一模阳极啊，这铝合金金抽管一模阳极，那这一种表示它里面是有 air 的、所以说它不是那种最便宜的弹簧叉。哦，所以有 air 才会有这个盖子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边是气，这边应该是就是弹簧。那最便宜的就是弹簧式的弹簧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air spring， 就是那个气体弹簧啊，气体弹簧重量就很轻。那像这个的话，应该就是气体弹簧，然后另外一边是负责 lock 的、所以左边你现在看起来左边是负责支撑，右边是负责避震跟调整一些有的没有的越来越复杂的机构。我问一个笨蛋问题哦，所以有弹簧的避震前叉嘛，对不对？弹簧式的有啊，然后那个气压的避震前叉，那有第三个应该是油压避震前叉嘛，对不对？就大家所谓的油簧吧，油簧哦，有一些所谓的油簧叉，但是实际上以前我们在行业内就是在做产业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所谓的油簧叉这一种名词啊。因为油跟气不可分离啊，那基本上不会只有油没有气，然后或者说全部都气没有油，因为油跟气其实是它会在一起，因为我们避震器你就是利用的是油不可压缩造成一些阻力，然后你控制它的前后孔流道的那孔径，然后去形成一个阻力，利用的原理就是油不可压缩。造成阻力。那另外一个利用空气可压缩，造成一些软硬度调整那一些东西的一些效果，还有回弹的效果。所以说有油没有气，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已经在市场里面，我听什么叫油簧叉，然后说有油，然后说气没有，我们油簧叉，我说没有那种有油没有气的东西啊。因为它的原理就不合理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油簧叉，所以我说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其实有油就会有气，只是说它会有油气分离，有油气混合。那所以说没有，我们在工厂我们从来没听过什么油簧叉，对。所以像避震前叉，其实跟我自己比较熟的传统的 rigid 的 fork 啊，比较就制程上来讲的话，它应该多很多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在组装的部分，是不是会占整个制程的成本占还蛮大一部分？因为如果里面有油又有气的话，它控管起来应该还蛮花技术的，可以这样讲吗？避震器跟避震前叉所用的零件数，说实话，我不晓得大家认为应该要有多少个零件。你们觉得一支避震，就像你手上这个，里面应该会有多少个零件？你猜猜看看。50到80。有我旁边有朋友在给我打 pass。等一下，你是给我一个区间吗？就是你用50、100，我觉得应该50啦，顶多50啦。比你手上这一根差不多啦。真的哦。然后复杂一点的什么分离油路啦，然后 rebound compression 可调还分开来，然后再加一个高低速那一种的话就100-200个零件了。对，所以说其实一支避震前叉，尤其是那种高级的避震前叉，功能一大堆那种前叉，其实复杂度说实话有点高。那我们做这种避震系统的人，其实我们就是在玩那些油跟气那些东西。那一定要首先要有一个观念，只要有油或者有气的东西，就一定代表会有什么风险，就是会泄漏的风险。
全天然没有人敢说它的油封或者它的油压系统是不可能漏气漏油，所以这里面就是它的精密度的要求都是在于这一些地方，你要怎么把油跟气控制在你想要的空间，然后你不想它出现的空间，它就绝对不会出现。这个里面它有很多的精密度要求，所以那一个内管啊，那个内管它里面是有油压、气压的那一种的话，那个内管的内径加工的精密度要求都很高。这里面的精密度指的是包含有粗糙度的，尺寸就不用讲，尺寸是一定的了。接下来是粗糙度的要求，尺寸有尺寸的公差，然后粗糙度有粗糙度的公差，增圆度有增圆度的公差，一模阳极的公差，对啊。你说那个什么表面处理的公差，那个要怎么测？磨厚剂啊，还有那个粗糙度有一个粗糙度专用的那个量粗糙度的仪器啊，它就像一个探针一样去刮，然后刮了之后它有一种微震动，然后去感应到它的粗糙度啊，有粗糙度量测仪啊，我们肉眼几乎看不到，你就把你要测的，比如说管件啊，你就放在一个 V 型块上面，然后你就把那个粗糙度量测仪伸进去，然后它自己就像一个东西一样，然后去抠内径，然后一抠之后它就会去量那个地方它量测的粗糙度啦。对啊，然后那个粗糙度的要求就很严，所谓很严是指说，对啦，就是很严。那这该怎么讲？所谓的很严的重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以为粗糙度是说越细就很厉害，其实不是，因为粗糙度太粗你就不用讲，太粗的话就表示它的加工的时候车刀很太粗，然后那个会太粗的话，等于是它会刮伤油封嘛。就是因为你那个加工太粗了，那你会加速油封在里面刮来刮去的时候，油封会破掉，磨损的比较严重。所以很粗很容易裂，但是很细其实也不行。就是你加工到非常的细，其实也是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没办法含油，没甘油。所以说其实它的粗糙度你不是越细越好，你太细了，油没办法附着在管的内壁，你这油封在里面做动的时候没有得到润滑，所以说反而会加速油封的磨损。而且我们在量的时候有所谓的 RA， 就是平均值 average， 然后还有就 Rmax 就最高值，对啊，还有一个叫什么 RC 还是多少，对啊，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粗糙度的意思，然后它的那个粗糙度要在一个范围，不是在越大越好或者越小越好，不是这样，它要控制在一个范围。那这里面所谓的控制在一个范围，那是什么范围？那就是每一家的 know how。对。所以好，我稍微刚刚那一头拉苦的东西稍微有点 over 啊，这个比较适合个人学习用的。那我来问一个稍微比较消费者向的问题好了。如果是这个样子，好的避震前叉跟不好的避震前叉，在同规格同设计的前提之下，是不是只能看品牌来判断出来说这个前叉的价值，绝对价值到底在哪里？普通的消费者真的只能看这支前叉上面是写华克斯还是 RST 还是 Execution？ 我们从 Execution， 你刚刚讲那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哦。那我从几个面向来讨论一下。首先，尤其是 mountain bike 就是登山车啦哈。你知道一台登山车，你看着一台车，看它漂不漂亮，或者就是看着它的照片，或者看着实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前叉是门面之一啦。对啊，没错啊，很重要的门面哦。所以说所谓的品牌本身，会啦。总是你看到一个登山车上面的前叉写的一个 box， 你就知道它不会是便宜的车，就会有这种感觉哈。这是第一个从门面的角度。然后第二个，你说所谓的判断的话，其实会啊，高级的前叉它一定会在比如说重量重量，这重量这种东西可能就会有一个，尤其是有一些讲求轻量化系列的产品，比如说 Russia 是最有名的。那个 SID 嘛 ，C 的系列，它就是比较轻量型，所以说你还是可以走，因为它又要轻，所以它用的某些材料一定是要比较高级的，比如说里面某些用碳纤维，然后还有要花很多的工去偷所谓的挖料啦，就是把一些可以轻量化的地方要挖掉。那所谓挖掉怎么挖，就要加工嘛，所以它等于相对来说就是整个制造的成本会更高啊。所以说它会做很多的减重，才去做一支比较高级的前叉，所以你从重量啊，某些参数啦，那再来就是什么？它的可调的东西，比如说我刚刚讲，现在可能做到最复杂的是 compression 跟 rebound， 就是压缩跟回弹的油路是分开来的。
那分开来的话，它里面的加工的复杂度又变得很高。再来就是说那个可调，那可调现在又分到高速可调、低速可调，然后 rebound conversion 还分开可调，它的复杂度就变得很高。那所以我们说到那种零件有这一天哦。继续，哎，零件会很复杂，就是因为它要创造出这么多种功能嘛。所以说，基本上你在某个程度来说，你是的确是可以这么想，就是说它有很多种功能的前叉，相对来说一定是比较高级的前叉嘛。因为说实话，你一个消费者，你如果是骑在马路上，或者你只是偶尔去轻度越野，你有需要什么分高低速可调嘛？你调了你会感觉得到吗？不会，你可能只需要最基本什么一个 lock 而已啊，锁死功能而已啊。那会用到这么多可调功能的东西，一定是对性能有相当要求的，比如说是职业车手，所以它一点点避震的那种差异、调整的差异，可能就会让它在赛场上的那种比赛可能就差这么，可能1/10秒，怎么样？所以它会要求的很高，这是从性能的角度，你还是可以判断出来。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我们有做避震前叉，也有做后避震器，你知道我们会在讲。我们做了很久的避震器，很后面才做避震前叉，不是避震前叉机构比较复杂，其实后避震器的机构也复杂。那为什么我们很久之后才能做避震前叉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们在讲后避震器，通常的情况下，后避震器如果失去功能，或者说甚至断裂干嘛，通常不会死人，前叉会，所以前叉除了功能很多很复杂，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，它是很重要的安全零件。前叉断了很容易会死人或者重伤。从安全性反过来讲，从工厂角度可能就是比如说品质的可靠度嘛，诸如此类，就是你要很稳定。避震前叉有独立的那个叫什么安规标准？法规上面没有特别的那个啦。最自然，比如说那个什么碟刹扭矩测试啊，然后冲击测试啊。疲劳测试那些都有啊，然后但是没有，那就跟 RIDGE 一样啊。那避震前叉独立的标准，那些东西要怎么办？那些都自定义呢。比如说，因为你看哦 ，RIDGE Fork 你不会去测它真正在避震做动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不会。那个就是大家都这个就是做避震器的避震系统，它自己会去测它。那我至于就是，那你要测，比如说你1秒钟测2赫兹还是测3赫兹，那你应该要测10万下还是20万下？那些东西，对啊，我们以前都是自己会去设定。那通常啊，设定的都算是蛮严格的，因为理由像我刚刚讲的，那个你觉得做避震前叉或什么一年出几万根、几10万根什么，然后毛利有多少了，你就不要出一次事情。它不只是机构不复杂度的问题，是可靠度的问题。所以说可靠度就很吃品牌。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东西，你不是说什么品牌大还是怎样的呀，有时候你买的就是一种可靠度嘛。对了，林良一说在避震系统里面，比如说最有名的那一家狐狸尾巴那一家的话，说实话，它的可靠度是真的很高，是真的。它就是它有它很厉害的地方。你觉得避震前叉是好生意吗？它的研发成本跟它赚钱的速度，如果综合起来的话，它是一个好生意吗？我以前就是我们避震系统这边的我的上司老大，他后来出去创业了。我们当时在分享的是说，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挑了一个蛮难做的东西，可能它需要时间跟一些东西，包含资源去堆叠，而且可能要比较久的时间去培养那个底蕴，你的 R&D 的整个过程，它可能是不是需要比较久？但我们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挑了一个比较高难度的东西去做嘛？这样，所以这个是呼应你在说的东西啊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在大陆想要，就是从台湾要移转一个避震器的产品要过去那边量产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做打样嘛，然后因为它轴心的东西它会牵扯到的事情是加工，就不用讲精密加工，然后再来是无芯研磨，无芯研磨，然后还有一些表面上，因为你的轴心上面我刚刚讲要有油跟气，所以说轴心上很重要是粗糙度，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刮痕。你只要刮油就会从油或者气就会从刮痕那边泄漏出去，所以我们对那个表面粗糙度跟表面的光洁度是要求非常高的。那时候我们在打样打了5次吧，都没成功就对了啦。你知道那个供应商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你要求那么高的精度，是要坐飞机哦？”我们只能苦笑。
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，应该时间差不多嘛？Whatever，时间超过了也没办法了。那个熊大有一个希望，他一直很想要猜猜看，说我们拿出来东西的年份跟我跟你说哦，这一只这刚才你有看出来它是那个嘛 ，Ice Mom， 做 Ice， 然后9比1钩爪嘛，那是卡蹦的哦，这只是卡蹦的，然后你看它是泰色内管，没有推把，所以这一只我知道它应该很有年代，你能不能猜出？然后它是高低速，这一颗是高低速，这颗是腿肉，它底下没有 rebound， 没有，一般螺丝而已，所以能不能猜出来呢？它上面有年份吗？没有。你说的什么那个泰色，那个不是什么泰不泰色的东西啦。我很好奇，那个是，因为错回了，大部分内管是那个大部分，我分你一只耳朵。大部分的内管啊，是用那个我们像比如说你那个尖盖那个通常是6061嘛，6系的嘛，对，然后内管通常大部分啊有比较高级的东西会用7系的管子啦，铝合金7系管啊。那7系管去做一模阳极之后，基本上这本色就是长这个颜色，这个不是特别染色的啦。7系的去碰到那个一模阳极处理出来就这个颜色啦。对啊。所以年份，我看哦，以啦，这看起来是26英尺。对。然后前桥 V brake， 我想一下哈，碳纤维的嘛哈。对。你说哪一个是碳纤维？那个啊，lower leg 下角，这个下角，我看一下，我好像有点印象，或在哪一年的时候看到，然后我想一下哈，有没有超过10年？有，我认为有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是，这只蛮有趣的，又是高低速，我猜啦，Model Year 2009。2009、2010吧。我还没出生呢。我猜的啦。这样哦，我可以拿前叉戳死。可以。感谢熊大。谢谢熊大。没有要解答没有，因为他也不知道。谢谢熊大。好，谢谢熊大，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